今日佳节，君臣尽欢，不必恪守成列，给相公们和大司马添菜。这是牛肉，正是牛肉。九郎虽贵为国家宗室，平日里怕是没有这般口福吧？从未吃过。六后有为农事之朴，故历代以来尽食牛肉。世事苍生以农桑为本，千百年来乃为常例。恕臣斗胆直言，此事不当为。并非吾不遵循例，宰杀耕牛以宴宾客。这畜生昨日自家摔了一跤，摔断了一条蹄膀，故此拿来喂大司马和诸位相公们添菜。刘后，臣弟不胜酒力，恐失仪态，起更衣。准。谢刘后。袁相公，这牛肉的滋味如何？六后，宰杀耕牛为律法所禁，市面上历来少见牛肉，纵使有之，售价亦非常人所能受。臣虽为宰相，平日无缘食之，这一滋味就更说不上来了。大司马应该是说得上来的吧？牛身上最好吃的4块肉，其一曰外脊，乃是牛背两侧之肉；其二曰牛眼，说的是外脊前边这块肉，非以受相连，形如牛眼；其三曰上脑，说的是牛脖子下面牛眼肉前边这块肉；其四曰内脊，说的是外脊之内，位于牛背腔内的这块肉。一头500-600斤重的牛，也就出得2斤左右的内脊之肉，所以非常昂贵。其肉爽滑，汁水饱满，是牛身上最好吃的一块肉。刘后赏给臣的这块儿，便是牛内脊。
大司马位极人臣，倒是见多识广。这牛身上的肉到底哪块好吃？严相公，这般博学大儒都说不上来，大司马倒是如数家珍。老臣为吴越披肝沥胆，冒着生死挣来的家业前程，牛肉虽贵些，臣还吃得起。吾曾听闻，大司马早年间曾经做过屠户。臣本是关中人士，祖上十几代世居长安。17岁时应进科考，可惜学术不精，做不来师傅。落榜之后，便在长安东市开了家肉铺子，以为营生。刘后没去过长安，大约不知道。那时候囚绝犯人都是押赴东市行刑，那行刑地所在，离臣的肉铺子不足50步，中间只隔着一座市属门楼。一到每年秋岁，臣在铺子里杀猪宰羊，50步以外便有一颗颗人头落地。水丘公，你我再饮一杯。莫要喝多呀！哎，无妨。前日都假释在侧殿埋伏，收拾兵人，带头的是何承轩。都是些少年往事了。刘后今日不提，臣都快忘却了。说起来也是机缘，臣和献武肃王，一个杀猪，一个贩盐。要是大唐好好的，如今现在还是太平盛世，那老夫今日就是一耄耋屠夫。这世上固然没有臣这个大司马，也不会有这么个坐断东南13州200万军民的吴越国。也未必能有刘后之今日。七哥，七哥，这偏殿的逆统也该收拾收拾了。那里面
东西都没料理清楚。臣弟险些被熏了一个跟头出来。七哥酒盏空了，臣弟问你这好了，他喝多了。中秋此夜，国家重点，九郎，可不要瞎胡闹啊！臣弟失仪，七哥恕罪啊！主公莫怪，主公莫怪，莫怪，莫怪，九郎君不胜酒力，我辈亦当尽欢。主公，共饮此杯。兴趣吗？刘侯君与灵儿等悔以后命。可是君，我乃国家7里3代重臣，你若敢不奉君谕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斩了你？行军公言中了，小人不过是宫中一皮匠，何敢抗拒刘侯君谕，冒犯军公威严？我等谨奉刘侯君谕，回应后命。午时已过，赐宴毕。臣等暂为刘后喝。与诸卿同贺。臣等告退。
郎君今日做的极好，辛苦了。丞相谬赞，无处不敢当。臣请留队。父亲，水球今日举止古怪呀，跳两小手而已。哎，父亲，今日刘后甘冒奇险，是要将吴越国社稷置于不测之地吗？他日将以何面目以对三位先王于地下啊？水秀公近日在殿上也看到了，大司马言语无状，羞辱于吾，其不臣之心，桀骜之举，昭然若揭。是刘后先欲辱人，反被人所辱，这怨不得别人。吾闻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。水秀公，吾今日在朝堂之上受辱，公当如何？是谁与刘后言及此悖逆之言？此言出自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，原文是“主忧臣劳，主辱臣死”。越王勾践赖文种范蠡之辅佐，灭吴报仇，反过来却杀了文种，追范蠡于五湖之上。其性凉薄，忘恩负义，太史公叔之，以奉后人。君使臣如手足，则陈使君如负心；君使臣如土芥，则陈使君如寇仇。孟子之言，方是治国正道啊！究竟是何人敢对刘后出此悖逆宵禁之言？臣请诛之，以儆公正。中秋宴上，当殿扑杀国家重臣，你这兄长身边怕不是有佞臣？何承训那贼啊！当年便与程昭岳一党不清不楚，偏生七哥还不杀他，让他继续执掌亲卫都兵权。你今日坏了你七哥的好事，不怕他记恨于你？那我又有什么法子吗？老令公的刀子已经攥在手上了，若是七哥手里的酒盏摔在地上，怕是等不到何承训的兵进大殿，那老令公的刀子就扎在七哥身上了。那老令公什么人？当年与我家阿翁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这辈子不知道砍掉了多少颗脑袋。这种小场面难不住他。匹夫之怒，血溅五步。再者，这老令公也是为我家浴血厮杀的功臣元勋，若真个当殿扑杀了，那我吴越国成什么样子了？岂不是连中原汴梁那边的局面都不如了？大王今日在殿上已然误了胡令公，建议离贤。此时若想再改弦更张，末将恐塌天大祸就在眼前。大王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此时谁先一步便是生，慢一步便是族灭之危，万万犹豫不得呀！奈何水丘公他日间若不是吴兴郡公假传王教，胡逆此时已经伏诛。吴兴郡公有罪。
大胆！末将一时情急，冒犯吴兴郡公，请大王恕罪。水丘公是社稷臣，他虑的也没有什么错。吴兴郡公所虑或许不错，可他毕竟不是大王。吴兴郡公或许以为胡逆此时罪恶不彰，大王诛之师出无名。可若等他真的反了，再处置就迟了。到时候军中将佐其心莫测，杭州城内烽烟四起，怕是到时吴兴郡公也会悔之晚矣。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。胡逆若是反计招张，吴兴郡公也好，九郎君也罢，怕是不会再有人拦阻此事。何承训，末将在。你愿意为吾冒些风险吗？大王有教，末将不辞万死。3日之后，你去见大司马，你告诉他，吾已有杀他之意。啊！若他听了此事，依然不生反意，只怕到时候为了给他一个交代，吾将要你贬出杭州，却要让你受2年的委屈。大王有教，末将不敢辞。只是他已经是90岁的人了，身子骨再硬朗，也怕难有100岁的寿数。3、5年间，至多10年，吾便将你召回，许你个内衙都监使的前程。若是你不愿的话，末将谨遵王教。你放心，此事办得妥帖，吾绝对不会忘记你的功劳。末将不敢言功，雷霆雨露，俱是君恩。都头，近前说话。今日保德门那边是谁当值？回都头，今日当值的是江小乙。备马，我要出宫。此刻就是此刻。诺。父亲，天快黑了，露水重，这刀啊锈了很久了，一会儿半会儿磨不出来。刀锈了，磨变亮了。你心我是锈了，别磨不亮了。父亲还惦记着今天大王辞宴的事儿。刘郎走得太早了。令公上书有客拜门。现在拜门？小人跟他说了，令公和尚书有时3刻以后便不见客了，奈何那人他不肯走。谁呀？来人自称内衙清卫都指挥使何承训。刘后要杀我父子？刘后忌惮大司马手中的兵权，以为大司马预效朱全忠实敬堂之故事，却又担心军中生变，不敢解了大司马的兵权。今日中秋赐宴，原本安排末将于功臣堂侧殿设伏，只要大司马稍露反忌，便摔杯为号，
将大司马立诛于殿上，简直是岂有此理！何守军啊，穆头子，老夫问你3件事情，你要如实作答。但凡有一个字不尽不实，老夫现在便杀了你。明日再向刘后当面请罪。我将不敢。第一件事情，谁派你来的？是末将自知有罪。拖下去砍了，手机装个匣子，内置石灰。大司马容命，末将是刘后。拖回来。今日刘后派你来告诉老夫，刘后猜忌老夫，想杀老夫，是不是？是，大司马明鉴，此事却是刘后所授意。第二件事情，功臣堂侧殿辐射，中秋赐宴伏杀老夫，这个主意是谁给刘后出的？此番再拖你出去，便不会拖回来了。想好了再说。是吴兴郡公献计于刘后，刘后这才动了杀心。水丘，第3件事情，保德门监门卫那里今夜是谁当值？